南海归墟大结局点应礼来袭，这对于一些急不可耐的观众来说，简直美极了。毕竟就目前日更1集的进度，原本是要等到10号才能看到大结局，如今倒是好了，一口气直通最后1集。当然，看过原著的朋友们肯定都不急，因为就冲这部剧对小说的还原，大结局里各个角色的结局铁定会跟小说一样。在最新的剧情中，胖子和明叔因为争抢人鱼宝宝一时失手，不慎将其掉落进了水中。说时迟那时快，阮黑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去捞人鱼宝宝。本来阮黑都已经成功上岸，奈何一头鲨鱼直接吞了阮黑半截身体，并在眨眼间将其拖走几百米。虽说古猜又将阮黑从鲨鱼口中救出，但阮黑失血实在太多了，铁定是要跟小说里一样饮恨西北。阮黑的死对众人影响挺大，总的来说共影响3个人的结局，其中孙教授成为了最大的赢家。肯定会有不了解原著的朋友问，阮黑的死关孙教授什么事？莫慌，接下来我就来带领大家一探究竟。1. 多林的结局受影响。多林是个命苦的孩子，从阮黑的口中得知多林的父亲是卫法军军官，他的母亲名字叫做阿洛。为什么说他命苦呢？因为他很小的时候就跟父亲走散了，而一直跟他相依为命的母亲也早早的病死了。抚养他长大的阮黑有个夙愿，就是攒足够多的钱送多林去法国找他父亲，但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是，他的父亲早就死在了海上。没错，多林的父亲就是已经沉没的玛丽仙奴号的船长，他在退役之后就成了海员。那么为啥说阮黑的死影响了多林的结局呢？这是因为阮黑死前一直都有他护着多林，多林也因此没有死在海上，但随着阮黑遇难，只有古猜一个人是无法时刻护着多林的，正也因此多林最后才中了尸降。2. 古猜的结局受影响。阮黑被鲨鱼拖走时，古猜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凶狠，只见他一个箭步扎入深水中，朝着鲨鱼的方向飞速游去，只一刀就将那凶猛嗜血的鲨鱼干猛。随即古猜又是一个冲刺，直接就将其开膛破肚，喂了其他的鲨鱼。上岸后，古猜的后背上忽然显现出了一幅神秘的纹身，林叔一眼就认出了古猜并非普通的蛋民，而是古时候蛋人的后裔。显然古猜也是阮黑收养的孤儿，不得不说阮黑这人可真够心善，同时也怪不得被他养大的古猜和多林都很单纯。至于说古猜的结局会因阮黑的死而受到影响，主要因为倘若阮黑不死，古猜铁定是要一直跟着阮黑留在南海。但随着阮黑死在归墟，古猜就没有必要继续留在那里了，毕竟这次归墟之行捞了不少宝贝，古猜没必要再当蛋民了。而且要是待在南海，他很难走出阮黑的死带来悲痛。3. 孙教授结局受影响。孙教授是整个《鬼吹灯》系列小说里最深藏不露的一个人，倘若他能够获得祖上关山太保全部的传承，他的能力绝对在胡八一和雪莉杨之上。然而非常可惜的事情是，他很小的时候就被封家送养给了一户姓孙的地主，所以他对封家、关山太保的绝学只是一知半解。可是孙教授这个人比较执拗，他从弟弟封学文那里得到关山纸迷赋，并了解封家叛徒封师古妄图师姐成仙的故事后，一心想要完成封家祖宗的夙愿，去地仙村毁了封师古的布局。但又因他学艺不精，所以就只好忽悠胡八一、雪莉杨、王胖子来助自己成事。偏偏在这个时候，多林中了尸降急需尸丹救治的事情传到了他的耳中，所以他就留信说地仙村有尸丹。就这样，胡八一等人被他成功骗去帮他对付封尸谷了。不得不说，如果阮黑不死，兴许就没下一步巫峡关山了。